此刻的安启山眼睛注视着叶晨，语气充满慈爱地开口道：晨儿，对安家来说，为你爸妈报仇，并不是对安家和叶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，对我们两家最重要的事情，是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地活下去。所以你要记住，报仇固然重要，但一定是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。如果需要你冒生命危险，外公宁可不报这个仇。说着，安启山又道：晨儿，你是你父母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你的母亲是我所有孩子中最优秀的，你的父亲在你爷爷眼中想必也是一样，所以你身上的血脉是安家和叶家最好的血脉。无论如何，这条血脉都不能出现任何意外，否则对我们两家便是无可估量的损失。叶忠全也不禁赞同地说道：晨儿，你外公说的没错，报仇不是最重要的，好好活着才是。叶晨明白两位老人的意思，不过对他来说，从他8岁起，就将为父母报仇视作活着的终极目标。这么多年隐忍，也是为了有一天能手刃仇人。如果只是因为危险就放弃，他心里一定不会原谅自己。只是在老人面前，他自然不可能说出要与吴飞燕拼死一搏的念头，于是便顺着二人的话说道：外公、爷爷，您二位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绝对小心谨慎的。一旁的外婆忍不住道：晨儿，你外公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你身上的血脉是你父母唯一的传承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得抓紧时间把你身上的血脉传承下去才是啊。说罢，老人又问：晨儿，你和萧家那位姑娘究竟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叶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委婉地说道：外婆，我们暂时还没这个打算。这怎么行？外婆焦急地说道：你都快30岁的人了，就算你们现在要孩子，等孩子出生时，怕是你也已经30岁了，这已经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抓紧时间打算？叶晨自然不能告诉外婆，自己与萧初然的婚姻原本就只是萧家老爷子的包办婚姻而已。萧初然也是出于孝顺才与自己领证结婚，但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，这几年来两人之间的感情不像爱人，反而更像亲人。至于什么时候要孩子，那也根本不是自己说了算的。更何况叶晨现在也确实没有要孩子的打算。吴飞燕实力远在自己之上，而自己现在之所以没有太大的危险，完全是因为自己身在暗处，将来一旦暴露，必然有极大的生命危险。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要孩子？更何况眼下的破青会已经进入蛰伏期，看起来好像风平浪静，可叶晨心里很清楚，破青会进入蛰伏期对自己反而是一件棘手的事情。蛰伏期内，破青会全体保持静默，叶晨就很难找到与他相关的任何线索。之前查到的那个注册在新加坡的航空公司也已经完全停摆，飞机全部进入停飞整备状态，只要对方没有解除蛰伏，想捕捉他的轨迹已经不可能。原本是敌明我暗的主动局面，现在则变成了我暗敌也暗的对等局面。这样一来，叶晨就更不占什么优势。而且根据叶晨和林婉儿的推断，吴飞燕没有百转千回丹，寿命只剩下不足100年，在这往后，她的性格一定会越来越急躁。万一哪天她失去理智，亲自出马针对外公一家，自己拼死都未必能保得住安家的任何一人，甚至无法保住自己。所以别说她与萧初然的婚姻本就不属正常，即便是正常的婚姻，她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要孩子。万一哪天自己暴露，那自己的孩子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自己。于是她便对外婆说道：外婆，最近不是要孩子的好时机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我搭建的 AI 模型很快就要落地投入使用了，到那个时候我就会主动出击，和李探长一起想办法利用 AI 找到破青会在世界各地的驻地。 AI 模型算力强大，能进行全球范围的信息获取，再针对那些信息进行分析和计算，一旦能够从海量的信息中找到破青会的驻地，我就会想办法把它端掉，届时说不定要在世界各地不停奔走，这种时候哪能考虑要孩子的事情？叶晨这番话
除了没时间考虑要孩子的事情是善意的谎言之外，其他基本全是实际情况。在他看来，破青会虽然是一个已经有400年历史的庞然大物，但就算破青会再庞大，只要不断削弱他的实力，就有能够将他踩在脚下的那一天。叶晨现在不能直面吴飞燕，但至少可以像之前突袭塞浦路斯一样，将破青会在世界各地的驻地一个个的彻底铲除。那样的话，就会不断削弱吴飞燕的外部实力，而且这也是以攻代守的唯一办法。以吴飞燕谨慎至极的性格来看，自己的动作越快，力度越大，他反而就越龟缩，越谨慎。否则，一旦自己不再露面，不再给他带来重创，他很可能又要重新把目标锁定在安家身上。虽然叶晨到现在也不明白吴飞燕为什么一直惦记着将安家灭门，但他知道吴飞燕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外婆一听叶晨说要主动出击，便一脸担心地说道：“晨儿，你刚才不是还答应了我们，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吗？怎么又要主动出击了？”叶晨点点头，认真道：“外婆放心，我虽然是打算主动出击，但我也不是只知道喊打喊杀的一介莽夫，我会先搜集情报，再谨慎甄别，确保在我掌控之中才会动手。”一旁的外公见外婆忧心忡忡，便开口宽慰道：“放心吧，晨儿心里一定有数。我们劝晨儿小心谨慎是没错，但不要怀疑他的实力和头脑，毕竟真正数次面临危险的是我们，不是他。”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，她也很清楚，即便再让叶晨多加小心，叶晨也绝不会放弃报仇。这时，叶忠全忽然想起什么，开口问叶晨：“对了，晨儿，你让我来跟你外公开发布会，具体的安排和计划你还没告诉我。发布会需要我说什么，做什么？”叶晨认真道：“爷爷，发布会主要就是对外公布一下安家与叶家共同成立长鹰汽车的决定。发布会到时候由二舅负责主持，由他来对外公布合作计划和战略规划，由贺教授来宣讲长鹰汽车的发展蓝图。您和外公主要是出面背书以及当场完成签约仪式。合约签订之后，长鹰汽车就将正式启动。等长鹰汽车在金陵的生产基地动工，还要辛苦您再来出席一个奠基仪式。”叶忠全对这个以自己儿子命名的汽车集团极其重视。听闻叶晨还希望自己不久后来金陵为生产基地奠基，便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晨儿，我这么多年没来过金陵，今日过来又与你外公相见甚欢。如果不会打扰你的话，我想在金陵暂住一段时间，等参加完奠基仪式之后再回去。”